疫情爆发的2年哦，除了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还有生命之外，连宠物也是一个隐藏的受害者。因为疫情收入减少，世界各地都开始出现了宠物的弃养潮。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宠物弃养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我们都知道弃养动物这个行为不对哦，在新闻上面看到有人弃养动物，大家也都会觉得非常的愤怒。但是在疫情爆发2年之后，世界各地却出现了一股宠物弃养潮。法国过去1年就有超过10万只动物被弃养，而在去年这个数字还增加了至少14%。而在英国，弃养动物的数字也来到了15年的新高。那台湾虽然还没有相关的统计，但是新北市动物保护处的处长也表示，在疫情之后，民众因为收入减少而弃养宠物的案例也有增加。为什么会有人想要弃养宠物呢？弃养动物会有什么样子的问题？而这些弃养的问题有没有办法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心理需求或是生活习惯想要改善，但却很难跨出第一步吗？或许可以让 Far Hugs 远距抱抱平台陪你一起面对解决问题。他们新推出的抱抱教练课是一堂以学习为导向的心理服务，透过不同生活情境主题的线上课程，可以带你一步步的厘清解决困扰，包含怎么挥别情绪勒索，从原子习惯出发改善拖延，以及如何在多元性别的世界当中探索等等。而所谓的教练呢，也都是受过心理学训练的专业人士，他们将借由1对1的真人授课，提供你专业的心理建议跟知识，甚至也还有真人小帮手，会先理解你的需求，搭配专业人士特质雷达图来帮你找到最适合的教练。辛苦了你，不妨点击下方连结到官网了解更多的资讯吧。宠物弃养的问题当然不是只有在疫情之后才出现的。在2017年的时候，有媒体采访了好几家公立动物收容所的负责人，他们保守估计说，在收容所的流浪猫狗有1半以上是遭受到弃养的宠物。而根据收容所所做的调查，民众弃养宠物的理由百百种，大致可以分成个人因素跟宠物因素2类。人的问题包含了像是主人突然失去工作，没有钱可以继续养宠物，或是因为需要搬家而新房子的房东拒绝养宠物，甚至是家人反对、情侣分手、生病或怀孕等等。而至于宠物因素，可能是因为动物生病没有钱可以付医药费，或者是动物本身有些行为问题，像是会乱叫、咬人或是破坏家具等等，都是比较常见弃养的理由。不过也有不少人指出，所谓的宠物因素其实也是人的问题，因为当初要养宠物之前，这些问题本来就应该要被思考跟规划过，不应该要因为宠物出状况而弃养。那因为不管是对宠物本身还是对整个社会来说，弃养造成的伤害可能比大家想象的更巨大。长时间养在家里面的宠物呢，并没有在外面的生存能力，所以一方面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找到食物来源，在外面会挨饿受冻，甚至是感染疾病或中毒；而另外一方面，宠物们也不知道在外生活需要注意的事情，很可能因为误闯进其他动物的地盘而被攻击，或是出车祸意外而受伤。而除了这些生理上面的危险，绝大部分被弃养的宠物也面对着严重的心理创伤，对人类失去信任。很多被弃养的动物呢，在被发现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异常行为，像是容易受到惊吓、过度舔咬毛皮等等，而严重一点点呢，甚至会发生绝食或者自残的状况。那前面讲到的呢，还只是针对宠物本身哦，任意弃养动物也会造成一些社会问题。最直接的状况是增加了街头流浪动物的数量，造成吵闹、咬人或是交通上面的风险。而顺道一提哦，如果弃养的动物造成这些问题被发现之后呢，主人还是一样要负担刑责的。而另外，这些被弃养的动物也会导致现在已经很紧绷的动保资源变得更加的紧缩，让需要救助的流浪动物得不到帮助，进一步恶化流浪动物跟人类产生冲突，甚至是互相攻击或是破坏生态的问题。那既然这个弃养动物有那么多的问题，那现在法律难道都不管的吗？目前对于弃养动物的规定主要是在动物保护法里面，而这里面又可以分成2种状况。第一种是单单只有弃养宠物的这个行为，那这个弃养宠物的主人呢，可能会被罚3万元到15万元的罚锾。而第二种是，如果因为弃养宠物导致宠物受到非常严重的伤害，像是肢体严重的残缺或是重要器官的功能丧失，那可能就会被认为这是饲主过失虐待动物。意思是说，虽然这个宠物受到的伤害并不是饲主直接造成的，但因为饲主没有积极的照
照顾自己的宠物，放任它流落街头，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当中，导致它们受到伤害，那饲主也需要负责。而如果这个状况成立的话，饲主可能就会面临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是20万到200万元的罚金。那虽然法律有明文规定禁止弃养，但是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动物弃养的问题并没有办法马上消失。那这个问题应该要怎么解决呢？要解决宠物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应该要回到饲主身上。在决定要养宠物的时候，避免因为一时的冲动或流行，觉得某个宠物很可爱就养，而是应该要更理性的做完整的评估，像是自己的经济状况有没有办法负担养宠物的日常费用，还有宠物生病的时候额外支出的医疗花费。另外，如果自己生活的环境有其他家庭成员的话，也需要事先跟他们讨论过，在大家都同意之下才去养宠物。这样子，万一出了紧急的状况，宠物也比较能够得到其他人的照顾。但如果是宠物本身有一些行为上面的问题，像是出现无预警的攻击行为等等，这其实绝大部分都可以透过正确的教养方式改善。现在坊间也可以找到蛮多做动物行为训练的训练师，可以做后天教育的方式，教导主人和宠物正确的互动方式，调整宠物的行为。如果情况更严重的话，也有一些能够治疗动物精神疾病的行为兽医，而有些医院也有开设有动物的行为门诊，透过专业的兽医师来解决问题。那当然，我们也理解说，天有不测风云，有些饲主可能因为出现非常重大或紧急的状况，导致真的没有办法继续照顾宠物，而身边也没有人可以协助饲养。那这个时候，除了弃养，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可以尽量的减少对于宠物造成的伤害。在几个月之前呢，有个宠物中途之家的负责人发文宣布说，因为他们照顾的一只黑狗出现无法治疗的攻击行为，所以决定要把狗狗安乐死。当时这个事件引起了不小的讨论哦，不少人在质疑说，没有办法饲养宠物的情况之下，真的可以安乐死吗？其实依照动保法的规定哦，宠物只有2种状况可以进行安乐死。第一种是这个动物的行为对人类有立即性的危险，那就可能可以进行安乐死。不过这边的立即性危险是仅限于危险发生当下，如果危险的状态呢已经解除之后就不能够适用，也就是说不能只是因为宠物很常咬人就让它安乐死。而第二种容许安乐死的状况呢，是为了解除动物伤病的痛苦，像是宠物已经得到了绝症或是受到了很严重的伤，如果要坚持治疗，可能对动物来说非常的痛苦，那就可能可以进行安乐死。不过就算是这种状况哦，能不能够选择进行安乐死，也都是要经过兽医的专业判断，并不是主人自己说要安乐死就可以的。那就目前的法规来说呢，如果真的没有能力继续饲养宠物，比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要向县市政府做出申请。在每个县市都可以进行无法继续饲养动物的申请，虽然在流程上面可能有一些细部的差异哦，但一般来说，无法继续饲养动物的申请条件不会差太多。首先要申请的动物需要打疫苗，并且进行绝育手术，而再来这只动物需要登记在这个主人的名下超过3个月的时间，然后再填写相关的一些资料，并且缴交相关的费用之后，就可以向各个县市政府的动保处提出申请。一般在主人提出无法继续饲养动物的申请之后呢，还会有一段犹豫期间。这段期间呢，一方面主人需要继续的养动物，而另外一方面县市政府呢会把这只动物的照片公告在网站上面，让想要领养的人可以领养。而这个犹豫期间的长短，每个县市会不太一样，像是台北市啊或是新北市就是30天，而台中市就是60天。要是经过这段期间，主人还是不打算继续养宠物，也没有其他人愿意领养，那宠物就会被送进收容所。而最后，虽然法律允许无法继续饲养动物的申请哦，但不代表法律鼓励这样的行为，所以非法弃养或者申请无法继续饲养的饲主呢，将来都不能够再饲养或是领养动物。宠物弃养是很严重的问题，它造成的影响也不单单只是对宠物本身，对于整个社会和生态环境都会有冲击。那当然，像是疫情对很多人的生活带来问题，那有些状况可能是真的无法避免的。像是我们在查资料的过程当中，就有看到动物保护防疫处的官员表示，虽然有很多恶意弃养的例子，但确实也有些人呢是真的爱动物，只是遇到了很大的人生变故，才没有办法继续的养下去。虽然这种少数状况可能情有可原哦，但就算是依照合法管道申请的无法继续饲养，也不是没有代价的。被收容的动物都会进一步的让已经很饱和的收容所资源变得更加的紧绷。所以说到底，宠物弃养的问题到最后还是需要回到饲主本人身上。虽然是老掉牙，但是提醒大家，主人是宠物的一辈子。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确定自己能够照顾宠物一辈子，那先不要养宠物，可能是对彼此都更好的选择哦。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哦。最后也想来问大家，如果突然遇到人生变化，导致没有办法照顾宠物，你会选择怎么做呢？我会选择
把宠物送给认识的人照顾。B 我会送到政府的收容单位。C 我觉得宠物是家人，无论如何都要咬牙照顾下去。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宠物弃养的讨论。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流浪动物以及没有动物受到伤害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